给车换一个满满的电，然后准备去古镇啦。骑了2个多小时才到崇州市区，赶紧吃个午饭，点了个干煸茄子，烧焦味好香。这个是嫩豆腐做的麻婆豆腐，还点了经典川菜回锅肉。这顿饭一共花了35，是我目前在成都吃过的最便宜的川菜。光盘了，基本上拍完视频又扒拉了几口。继续骑，出发去客运中心。这边是入站安检处，对面是人工售票窗口，前面是进站候车的地方。人工售票窗口那儿只收现金，所以就到旁边这个小机器上来买票了。崇州市到怀远镇距离22公里，车程大概40分钟，车票5元，下午6点前滚动发车。请先输入手机号。就是306路公交车，中途会经过崇州的另一个古镇圆通镇，我去年也有来过，可以看看之前发布的成都景点合集。万万没想到，周六下午2、3点，这个小镇会如此拥堵，好多不知道是上学还是放学的中学生啊。怀远最出名的是三边和三绝，三绝是饮食，冻糕、叶尔巴和豆腐莲子。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想来买冻糕和叶尔巴。三边是生产工艺，竹编、棕编、藤编，人们用灵巧的双手制作出各种生活生产用品。去年来的时候，这个墙还很新，看今年已经变色了。宁氏宗祠看来一直是关闭状态，不过可以透过门缝大致看到里面的样子。怀远逢单号赶集，中午后集市慢慢散场，古镇也逐渐安静下来。现在去前面那家店买些特产，选了2种叶尔巴和1种冻糕，都是冻好的，带回家能保存好几个月。怀远的建筑多为清代和民国年间建造，同时保持着4门4大街的格局。现存街道30余条，其中10余条保存较完好。这些建筑临街百柱，前店后院，廊楼结合，是怀远古镇的基本风格。在四周老建筑中，还有这样新建的小洋房。逛得差不多了，准备去车站坐306回崇州。崇州回成都路上，偶遇一个超大的银杏林——杨马河银杏园。导航导到了一条这种泥巴路上面来了，看这个坑坑洼洼的路，还有田两边，然后种着菜，前面还有
阿姨他们还在那里弄他们的菜。这边还有老房子和夕阳合个影。这个是今天在怀园买的叶尔巴和冻糕，拿来当晚饭吃。这个也是在那边买的板鸭，怀园那边的板鸭也很有特色。喝一个奶茶，这就是今天的晚饭。扎实耐看，本片最难的是选角，男主职业设定相当的招人恨，帅了一辈子的乔治·克鲁尼扛下了重任，并出色的完成任务。在于端上映后广受好评，拿到5项奥斯卡提名，以2500万中小投资换回1.6亿美元的票房。彼时全球飞行上第19镜头，云端之上俯瞰，城市农田，戈壁冰川尽收眼底，然后飞机降落了。这误会主角不是飞行员或者空姐，接下来是几位上班族倾吐失业的委屈。我日干夜干，竟然干出一盘炒鱿鱼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公司良心大大的坏了。咱的大男主瑞恩·宾汉姆倒是没失业，他的工作是小小的一片叶子，满满的馅儿。国土上空飞来飞去，帮各种大中小企业减员增效。极致分工的时代，连炒人都可以外包出去。瑞恩的旅行箱就是他的性格写照，没用的东西一概不要，摒除所有麻烦，轻装上阵。飞机场才是瑞恩真正的家。他生活的典型流程是这样子：接到总部的任务，搭飞机前往客户所在的城市，租一辆车到地儿干活，用专业话术安抚失业者们的心，然后搭乘第2天的飞机离开。他以最高效的方式通过安检，不穿有鞋带的鞋子，符合一切规定，绝不多停留半秒钟。整个过程纵享丝滑，赏心悦目。搞定凤凰城的单，瑞恩马不停蹄赶往下一站。这次是去参加一个演讲，除了奉旨裁人，公司还有培训业务，听众都是各大公司的管理人员。作为王牌讲师，瑞恩有一套独创的背包理论，核心观点是清空。你平时背负了太多的东西，是时候把它们一扫而光。不要抱着存量，而是要着眼于增。从吐槽租车公司聊到了各大品牌酒店的优劣，果然是同道中人。无论 Alex 如何好奇，瑞恩就是不说。那个飞行里程数是他生命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目标，人总得追求点什么。气氛都烘到这儿了，接下来不发生点啥是不礼貌的。2个中年人非常自然地进房开滚，一般露水炮友都是续杯制，初体验互相认可才会有下一次。瑞恩和 Alex 水乳交融，相当和谐。妹妹跟新郎的合影，瑞恩长叹了一口气，此后几个星期都要带着妹妹出差，如此幼稚的主意，亏他想到新的机会。接下来隆重介绍一位年轻的女孩娜塔莉·基娜，她去年刚从名校毕业，带来一套全新的方案。瑞恩坐在底下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心里只有王德发。这套新方案有没有用且不说，它首先极大地满足了老板的情绪价值，光是节约成本一条就足以心动。会后，瑞恩立刻找老板 battle， 一个刚毕业没几天的小崽子就想颠覆已有秩序，简直笑话。炒人可不只是动嘴皮子，那是真实的人际互动。为了给娜塔莉下马威，瑞恩提出模拟真实场景，娜塔莉倔强应战。Mr. Gray retired me. He's the only one who could fire me. You know what? I'm gonna go talk to him. 2人谁都不服，老板克雷格站出来和稀泥。瑞恩您受累，带娜塔莉出差，实地的体验一下，就当带徒弟了。这是命令，扔掉，立刻买一个商务旅行箱。你这破玩意儿上机得耽误多少时间？过安检时顺便又上一课。商务老炮并非浪得虚名。Asians. They pack light, travel efficiently, and they got a big slip-on shoe with God low. That's racist. 飞机上，娜塔莉积极准备裁人流程。以后无论炒谁，这个是肉馅儿。不住娜塔莉的追问，起码 It's 10 million miles. I'd be the 7th person to do it. More people have walked on the moon. 晚上，瑞恩与 Alex 在线聊骚，内容相当限制级。这姐姐真是啥都敢说。离开圣路易斯之前，瑞恩要完成妹妹朱莉的嘱托，拿着纸板照片与兰伯特机场合影。这地方造成了大面积心理阴影。There's this beautiful bridge by my house.
追出来安慰。根据过往的经验，被吵者容易情绪失控，上头时谁还没说两句狠话呢？时间会抚平伤痛，无需太介怀。眼泪在姑娘的眼眶里打转。接下来，娜塔莉见识到了更多的人情冷暖，破产的小公司，手足无措的员工，巨大的无力感。提出网络裁人计划时，她当然想不到现实会如此复杂。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看得出娜塔莉也在快速成长。跟男友布莱恩通电话时，顺便吐槽了老男人。咱再回到故事，下一站是阳光明媚的迈阿密。他对感情有一整套的天真方案，尤其让娜塔莉不爽的，他只发了条短信提分手，极其不讲武德。阿历克斯已过了。